印度虽然人口多，但每个人都看得起病，因为我们实行的是全民免费医疗。提起印度医疗，一位印度卫生官员曾这样自豪地对外宣称：“免费医疗这4个字听起来是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对人口稠密、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来说，似乎是天方夜谭。”不过，在中国西南方的邻国印度，打独立之日起就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所有人一律享有免费医疗的权利。那么，印度免费医疗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任何进入印度公立医院的人，无论贫穷富贵，都能得到免费的救治。政府即使为此背上天大的财政负担，也在所不惜。尤其是近年来借着“我不是药神”的传播，以仿制药为楔子，主打廉价口碑的印度医药产业，在中国知名度大幅度攀升。一时之间，国内网络上对印度医疗的溢美之词不绝于耳，部分人甚至在疫情期间疯狂抢购印度仿制药以治疗新冠。然而，这块免费医疗的金字招牌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种种猫腻。看病难、看病贵，一直以来是国内老生常谈的问题。不过，在我们邻国印度，这一问题似乎在其建国之日起就被解决。按照印度宪法，遍布全国的1万多家医院、2万多初级医疗中心以及其他深入到社区的医疗机构，所有印度人享有在公立医院接受免费医疗的权利。无论一个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其是婆罗门还是达利特，从挂号、看病到开药方，从住院费、治疗费到住院病人的伙食费等，都能够拥有免费待遇。客观来说，这套医疗体系在发展中国家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自建国以来的70多年时间里，印度人预期寿命从最初不到33岁暴涨到现如今的69岁，在医疗救助上做到了相对性的公平。按照世卫组织对全球190多个国家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调查显示，印度刚居榜单上第43名，这一排名甚至比中国还要高。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印度实行了免费医疗，就意味着政府投入了巨额的财政。然而诡异的事情出现，印度政府的医疗支出在世界上处于下游的水平，比巴基斯坦还低。据柳叶刀数据，全球180多个国家中，印度政府的医疗支出仅仅排在第147名，其支出占 GDP 比重从1998年的 5.2% 大幅度下滑到现如今的 1.02%， 既比不上发达国家，也无法与中国这样新兴经济体支出相提并论。就连低收入国家平均 1.4% 的水平都达不到。例如，在印度周边穷国中，不丹的比例达到 2.9%， 斯里兰卡的比例达到了 1.6%。印度政府医疗支出抠抠搜搜，又推行免费医疗，难道是因为印度人个个身强体壮，无灾无病吗？显然不是，印度人的体质自然不可能达到百毒不侵的程度，只不过是印度的免费医疗对大多数人来说，更像是一张空头支票，免费只是幌子而已。按照世卫组织2017年的一份调查，全世界国家看病自掏腰包的比例平均约为 18%， 可是在免费医疗的印度，这一比例直线上升到了 67%。 诚然，病人们可以在挂号费上节省开支，但真正的大头药费却如一座压垮印度普通家庭的大山一样，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尽管诸如治疗感冒发烧的药物可以免费，但对癌症这般真正可怕的病症来说，免费用药可以说是痴人说梦。过去30年间，印度公立医院为病人提供免费药物的比例下降了近22个百分点，接近90%的药物要么自掏腰包，要么公立医院压根儿不提供，只能跑到其他价格昂贵的私立医院购买。一旦碰上医德较差的医生，那么就只能等着被各种效果差、价格奇贵无比的药物掏空家中的积蓄。印度著名影星阿米尔汗就对这种现象描述过：医生们为了自己的收入，不顾情况为病人开各种昂贵的药物。为了应付庞大的医药开支，以获得宝贵的健康，印度人背上了沉重的贷款负担。按照印度计划委员会数据，47%的印度农村住院病患因看病而背上了高额贷款，城镇居民的比例则为30%。每年有3800万人因高额的医药费而重新陷入到贫困当中。对连贷款都贷不了的底层穷人来说，唯一能做的就是跪拜神明，在家中独自忍受病魔的折磨了。与此同时，印度医疗中真正免费的那部分情况也十分不容乐观。医疗有医才可疗，印度政府在医疗投入上如此之少，最直观的影响就是公立医疗机构资金不足，从而使得印度医生资源紧张，公立医院床位不足，病人无法得到医生及时救治，早已是见怪不怪。据统计，印度每1万人所拥有的医生数量才达到7个人的标准，与伊拉克、缅甸、南非等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连中国1半水平都达不到。这还仅是平均了城市的结果，对医疗资源需求更大的农村地区，医生数量只会更加糟糕，公立医疗机构人手奇缺。在一些公立医院，一名医生一天接待上百名病人，丝毫不夸张。医院里到处是排队长龙，试问医生如何可能细致地为每个病人看清病情？
事实上，印度从来不缺少优秀的医生，印度培养的医生也在国际上颇有声誉。大量印度医生学成之后，选择远赴欧美医院工作，以至于英国医生中有10%是印度学校培养的。印度还形成了一套价值20亿美元的医疗旅游产业链，以私立医院为主，每年吸引了近30万赴印度进行治疗的外国患者。只不过，因为印度对公立医疗投入能省则省，口惠而实不至，令本国多数公立医院医生拿不到应有的待遇，工资差，工作时间长。特别让医生们感到愤愤不平的是，印度医生在学校寒窗苦读成本不菲，一名医学生过5关斩六将进入医学院，再让家庭支付近10万美元的学费，可公立医院能够开出2000多美元月薪就已经十分罕见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医生尚且如此，替代性更强的下层医护人员待遇可想而知。在疫情期间，不少加班加点的印度公立医院职工因被拖欠了数个月的微薄薪水而忍无可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更有甚者，因为医院维护人员不足，设施老化，卫生条件简陋，竟多次爆发了罕见的鼠灾，老鼠咬伤婴儿、咬断医疗设备的新闻屡见不鲜。例如，在2020年的印度塞勒姆市一家公立医院 ICU 内，医生们1天之内足足抓了100多只老鼠，肆虐的老鼠上蹿下跳，将病人氧气管咬断，一时间网络疯传。如此糟糕的公立医疗环境，更像是对印度病人的一种酷刑。柳叶刀统计，每年至少有240万印度病人因为劣质医疗而死亡，遥遥领先于巴基斯坦、南非等国家。与之相比，一分钱一分货，那些直接朝病人开口要钱的私立医院反倒显得良心了许多，病人宁愿到私立机构看病。私立医疗机构的比例由此从1947年的8%一跃上升到现如今的93%，私立医生数量占到了印度全国医生数量的80%以上，1半以上的住院患者选择私立医院。公立免费医疗看上去更像是廉价的奶头乐，除了全民免费以外，印度医疗留给国人的另一层神话，则是价格低廉、规模庞大的仿制药。作为全世界排行前列的仿制药大国，印度以3000家仿制药企业为核心，占据了全球1/5的仿制药市场。由于印度政府强烈的本土保护意识，在政策上基于本土药企以各种方便之门，在专利原创上不遵循国际准则，允许药企不顾知识产权仿冒欧美专利药物，使得印度仿制药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凭借平均为欧美同类药物1/10的超低价格，印度药品横扫全球发展中国家市场，被誉为穷国的药房。可惜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一部分国人就因此吃了大亏。前段时间，国内很多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出现了一股辉瑞特效药 Paxlovid 恐慌抢购潮。在抢不到正版辉瑞药背景下，有些人退而求其次，将目光瞄准到了 Paxlovid 的印度仿制药身上。一时间，各主流网购平台上的印度仿药大行其道，价格从300至600人民币一盒暴涨到了2000多一盒。然而讽刺的是，这些药物绝大部分不含有辉瑞正版原药中治疗新冠的关键性成分奈玛特韦。据华大基因和多家权威实验室检测，至少90%市面上流通的印度产辉仿药不含有奈玛特韦。这些药厂们偷天换日，将一些流感用的药物成分替换成奈玛特韦，消费者们缴纳了一次结结实实的智商税。而印度仿制药企业的造假违规，在其他国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印度人之所以能够在仿制药上做到如今的成就，除了印度政府在专利上的护犊之外，也离不开药企在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偷工减料。以印度仿制药巨头 Ranbaxy 为例，该公司在2012年因生产过程不规范，药品中带有可能让伤害患者的玻璃颗粒而被迫召回产品，随后又因屡教不改进行数据造假而被美国开出了5亿美元的天价罚单。发达国家靠着完善严格的医疗监管制度，能够将不合格的印度仿制药拒之门外，以避免医疗事故，但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就没那么幸运了。就在去年，69名冈比亚儿童因服用了一款含有致命污染物的止咳糖浆不治身亡。罪魁祸首正是前几年被多个国家拉黑的印度梅登制药公司，该公司9年之内就被多次通报药品质量不合格。无独有偶，今年1月份，又一家印度糖浆公司马里恩往乌兹别克行销的药品，因为含有同样的污染物而导致18名儿童死亡，被世卫组织再度点名批评。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印度官方对于这类丑闻非但不引以为耻，反而倒打一耙。印度卫生部对此认为，责任并不出在印度人身上，进口印度药物的那些国家自己应该做好药物检测，符合完标准后再投入自己国家市场。针对违规药企的处罚，甚至可以用罚酒3杯来形容。对于药物质量不合格的企业，法律最多只能做到数百美元的罚金和不到2年的监禁。正所谓便宜没好货，仿制药厂既然主打便宜的卖点，监管又形同虚设，那么尽可能缩减工序、降低成本，就是必然会发生的事。
据那些参与过药厂临床试验的专业试药者回忆，相对于世卫组织1人2次临床试药必须满3个月的标准，在印度只需要隔几天就能够接着进行试药。免费的永远是最贵的，这句话放在印度医疗身上是再合适不过的。很少有人知道，真正资助哥伦布进行地理大探索的并不是某个欧洲的商人或财团，而是当时的西班牙王室。西班牙帝国迅速崛起又迅速衰落，至于今天，西班牙在许多人的印象当中已经沦落为了一个边缘国家。那么当初殖民地覆盖全球的西班牙究竟是如何崛起的呢？西班牙和它所代表的殖民体系最后又为何会迅速衰落下去呢？西班牙之所以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全球性殖民帝国，其实也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从客观上来说，西班牙根本无力与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国家进行竞争，于是他们只能将自己的目光投向遥远的大西洋。从文化上来说，西班牙和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一样，这些国家都是海洋文明，非常注重商业的发展。一旦离开了商业，这些国家的财富也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1492年，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替本国寻找对外贸易的航线，接受了意大利人哥伦布提出的建议。其实，伊莎贝拉一世对于哥伦布的这次航行并没有抱什么希望。以往，西班牙也曾经进行过海外商路的开拓活动，但这些活动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对于西班牙王室来说，这次给哥伦布的投资也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尝试。哥伦布找到了新的航路，西班牙就可以获得发展的机会；反之，西班牙王室也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失。但就连哥伦布自己都没有想到，在他出发以后，还真的找到了一片大陆。只不过当时的欧洲人误将美洲当成了亚洲，所以哥伦布抵达的第一个地方也被他们命名为了西印度群岛。在听到哥伦布描述了当地土著人的生存条件之后，西班牙人立刻就对美洲辽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产生了觊觎之心。因此，西班牙王室派遣了大量的远征军团，化妆成商人与美洲的印第安人进行贸易，顺便打探他们的虚实。此刻，善良的印第安人大概不会预料到一场令人发指的殖民战争即将降临在他们生活的土地上。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第2年，西班牙王室就急不可耐地找到了罗马教廷，要求他们出面认证西班牙对于美洲的占领宣誓。教廷也很快就批准了西班牙人的要求。但是，西班牙人的这些动作却引起了葡萄牙人的不满，于是葡萄牙率先派出部队登陆了南美洲，占领了巴西等地。后来，西班牙为了缓解与葡萄牙之间的矛盾，做出了一个影响人类历史的重大决定，将地球分成东西2个半球。西班牙拥有美洲除巴西以外的所有领土，其他的区域则归葡萄牙所有。在与葡萄牙人商量完了之后，西班牙人也开始用阴险的手段夺取那些原本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由于西班牙人的兵力根本无法与当地的印第安土著武装相提并论，所以西班牙人便以送礼的方式给印第安人送去了一些带有天花病毒的皮革制品。这些东西很快就在印第安人统治的区域里引发了大面积的瘟疫，无数的印第安民众在绝望中痛苦地祈祷，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场大灾难并不是神灵的惩罚，而是欧洲白人带来的灾祸。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内，西班牙人通过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彻底征服了美洲大陆，但与后世的美国人相比，西班牙人却没有将剩下的印第安人赶尽杀绝，因为西班牙人发现将这些印第安人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对于他们来说更为有利。很快，西班牙的殖民总督就在美洲各地发布了所谓的种植园法令，每一个当地的土著成年男子都必须要免费为西班牙国王劳动大半年。在这段时间内，他们每天必须工作超过18个小时，伙食待遇与医疗保障也几乎等于0。与此同时，西班牙隔壁的葡萄牙由于几次失败的对外扩张，立刻就衰落了下去。有时候，西班牙也开始光明正大地打破当初的分界线，侵入了葡萄牙以往的势力范围内。1521年，西班牙殖民者直接占领了菲律宾群岛，从此以后，西班牙在亚洲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殖民地。坦白的来说，虽然此时西班牙的殖民地还远没有后来的大英帝国辽阔，但它的殖民地已经遍布全球了。因此，西班牙也就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日不落帝国。但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界性殖民帝国，当西班牙正式崛起的那一刻，它也就沦为了众矢之的。西班牙的体量在欧洲始终只是一个小国而已。几十年以后，在欧洲大陆上就出现了许多向西班牙发起挑战的国家。
最终，在大家的合力之下，西班牙人引以为豪的财富和历代国王一手构建起来的强大殖民帝国便瞬间烟消云散了。第一个向西班牙发出挑战的是位于欧洲北部的小国荷兰。其实，荷兰人之所以能够取代西班牙的霸权，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军事实力有多么强悍。与西班牙人相比，荷兰人的战船更加符合空气动力学的原理，而且他们的船也行驶得更快更稳，这就使得荷兰的商队逐渐抢走了西班牙人的生意。在失去了经济上的优势之后，西班牙在荷兰和欧洲各国的面前迅速就直不起腰了。毕竟西班牙王室很清楚他们的实力在欧洲究竟是什么水平。如果在西班牙胆敢和欧洲大陆上的任何一个国家爆发直接冲突的话，其他的国家很有可能就会联合起来针对西班牙，到时候西班牙人的日子可能就不太好过了。在荷兰夺走了西班牙对全球贸易的控制权后，英国也看准了时机，向西班牙的海军发起了挑战。1588年8月8号，英国皇家海军击败了不可一世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从此以后，西班牙帝国彻底失去了对于海面的控制权。英国也通过这场战争实力大增。不过，被荷兰和英国相继打败的西班牙仍然还在世界各地拥有着几块较大面积的殖民地。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殖民帝国，西班牙在退场之后还是维持了一些体面。但是几次战争的失败还是让世界各地的人民看到了西班牙软弱的一面。于是西班牙所控制的美洲殖民地也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要求独立的声音。对于这些在殖民地里爆发的独立运动，西班牙人根本无力镇压。最终，大批的拉美国家在英国、法国的帮助下获得独立，西班牙也彻底失去了美洲的控制权。正当西班牙在下坡路上一路狂飙的时候，美国人又送上了最为致命的一击。通过美西战争，美国人不仅强迫西班牙将北美大陆上的一大片区域卖给了自己，还趁势夺取了西班牙控制的古巴和菲律宾。虽然美国人一开始是打着反对殖民主义的旗号打击西班牙人的，当美国人自己占领了古巴和菲律宾之后，他们立刻制定了比西班牙殖民政府更加严苛的法律来约束当地人。对于这些地区的人民来说，在美国人统治之下生活和在西班牙统治之下的生活根本没有什么不同，因为这两帮家伙对于建设殖民地始终都缺乏热情，反而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掠夺和剥削上。美西战争的失败使得西班牙彻底被打回了原形，从此以后，西班牙就只能像他的邻居葡萄牙一样，龟缩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成为一个欧洲边缘的小国。虽然从经济层面上来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经济还是要比东欧的波兰等国强上好几倍，但在西方世界当中，西班牙的影响力已经随着无敌舰队消失在了历史之中。当今天的人们漫步在西班牙的街头，或许仍然会被当地美丽的景色所吸引，但西班牙所积累的每一分财富背后，都有着无数殖民地人民的鲜血和历史。从这一点上来看，西班牙和所有对外发起殖民战争的国家早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把自己的荣耀强加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个世界从来就不需要什么日不落帝国，世界各地的人民本就可以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万幸的是，在这个世界格局日益多极化的今天，这样的愿景已经不再是幻想了。